你家灶台上是不是也放着这样一瓶液体？它不贵，几块钱一瓶，但很多人把它当成了续命神药。长辈们常说，每天早上空腹喝一勺，能把血管里的硬块泡软，能通血管、降血压，甚至能让你年轻10岁。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神？但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这个流传了几十年的秘方，从第一天起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呢？更可怕的是，此刻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捏着鼻子，大口灌下这瓶刺鼻的液体，以为自己在养生，却不知道身体正在悄悄付出惨痛的代价。这不是危言耸听，今天我们就来把这层窗户纸彻底捅破。没错，今天的主角就是醋。醋能软化血管，这个说法到底是怎么来的？它的逻辑链条其实很清晰。血管硬化是因为里面有钙化斑块，醋是酸性的，酸能溶解钙。你把鸡蛋泡进醋里，几天后蛋壳就变软了，那把醋喝进去，是不是也能把血管里那些硬块给泡化掉？这个推论出听起来简直天衣无缝，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一到中年就开始每天雷打不动地喝一杯浓醋。但是稍微冷静想一想，这个逻辑里藏着一个致命的漏洞。人体不是化学试管，更不是你家厨房的洗菜盆。把鸡蛋泡在醋里，那是醋和蛋壳直接接触，发生直接反应。但醋喝进嘴里之后呢？它首先遭遇的是胃酸，胃酸的酸性远比醋强，随后进入肠道，肠道是弱碱性环境。我们的身体有一套强大到超乎想象的酸碱平衡系统，它会把血液的酸碱度死死锁定在 7.35 到 7.45 之间。不管你喝的是一瓶陈醋还是一桶柠檬汁，血液都不会因此变酸。如果血液真的因为喝醋而变酸了，那在医学上叫做酸中毒，是需要立刻抢救的危重症，根本不是养生，是在要命。血液酸碱度不变，醋酸又怎么可能跑到血管里去溶解斑块？这完全是天方夜谭。当然，我们也不能一棍子打死。科学上确实有一些研究发现，醋酸在特定情况下对控制血糖有那么一点辅助作用。当你吃大量精致碳水的时候，同时搭配一点醋，醋酸可以抑制部分淀粉酶的活性，让食物转化成葡萄糖的速度稍微慢一点，血糖上升的峰值因此显得平缓一些。所以有些人会觉得吃了醋之后血糖没升那么猛，但我们必须搞清楚一件事，这仅仅是稍微延缓了血糖上升的速度，不是治糖尿病，更和软化血管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两码事。很多人一听说某样东西对身体有好处，马上就走极端，觉得好那就多喝，拼命喝。这里有一个铁律必须记住，抛开剂量谈功效，都是在耍流氓。那些实验里用的醋酸剂量是经过精确配比的，你在家里盲目大量灌醋，捞不到任何好处，反而先把自己的身体给折腾垮了。那身体会付出什么代价？我们一个一个来说清楚。首先遭殃的是口腔和食道。醋酸虽然是弱酸，但直接喝下去，对消化道黏膜依然有强烈的刺激和腐蚀。很多养生爱好者每天早上空腹喝一大杯浓醋，这就像是每天定时给自己的胃黏膜递一杯酸水。时间长了，食道黏膜被灼伤，胃黏膜被破坏，引发胃痛、胃酸逆流、胃溃疡，严重的甚至导致胃出血。然后是牙齿，牙齿表面有一层保护壳叫做牙釉质，是人体最硬的组织，但它最怕酸，天天喝醋，牙釉质会被慢慢脱钙、软化、磨损。用不了多久，你的牙齿就变得极度敏感，稍微碰到热的、冷的、酸的，立刻酸到疼到钻心。结果是什么？血管没软化，牙齿先酥软了，连饭都吃不下。这不是养生，这是遭罪。对于本身就有胃溃疡、12指肠溃疡，或者正在服用特定药物的老年人来说，盲目喝醋更是雪上加霜。某些治疗骨质疏松的药物，或者某些抗生素和大量醋同服会影响药物吸收，甚至引发更严重的不良反应。那问题来了，既然喝醋不能软化血管，血管为什么会变硬？那些堵血管的罪魁祸首到底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做才能真正保护血管？想要保护血管，先得搞懂血管是怎么变硬的。医学上的说法叫动脉粥样硬化。你可以把血管想象成一条河流，随着年龄增长，加上长期吃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抽烟、喝酒、熬夜、不运动，
河流里的垃圾越来越多，这些垃圾主要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坏胆固醇。坏胆固醇过多时，会穿过血管内皮，沉积在血管壁里，免疫细胞赶来吞噬，最后形成像烂米粥一样的斑块。随着时间推移，钙质也慢慢沉积进去，斑块越来越硬。这个过程就像家里的水管用了几十年，里面接满了厚厚的水垢，管壁变得又脆又硬。面对这种已经深入血管壁内部的顽固斑块，你喝进去的几口醋，怎么可能穿透层层组织把它洗掉？医学界至今没有发现任何一种食物或药物能让严重硬化的血管完全恢复到年轻时的状态。血管硬化就像皮肤长皱纹、头发变白，是自然衰老的一部分。我们能做的不是逆转它，而是尽力延缓它，防止它在关键时刻彻底堵死。真正有效的方法是什么？答案朴素，但经过无数临床验证。第一步，管住嘴，不是叫你盲目忌口，而是真正做到营养均衡，减少高饱和脂肪和高反式脂肪食物的摄入。炸鸡、炸薯条、肥肉、动物内脏吃起来香，但它们是血管斑块最喜欢的原材料。同时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多吃新鲜蔬菜水果，把白米白面换成燕麦、糙米、全麦面包。膳食纤维在肠道里就像一把小刷子，帮助减少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从源头减少血液里的垃圾。第二步，迈开腿，有规律的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可以显著提高血液中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好胆固醇的水平。好胆固醇是体内的垃圾清道夫，能把血管壁上的坏胆固醇抓起来，运回肝脏代谢。每天坚持3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运动，血管弹性自然比不运动的人好得多。第三步，控好3个指标：血压、血糖、血脂。这3高就像3把无形的刻刀，每天磨损破坏血管内皮，内皮一旦受损，垃圾就更容易沉积。如果你已经有3高，千万不要讳疾忌医，更不要相信偏方，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按时规律服药，把这3个指标稳稳控制在正常范围内。辟完了谣，我们再把目光投回厨房。醋虽然不能软化血管，但作为调味品，它在烹饪里依然举足轻重。不过，你真的会挑醋吗？超市货架上陈醋、白醋、米醋、香醋、果醋琳琅满目，很多人随手拿1瓶就走。其实买醋这件事里藏着大学问，挑错了，买回来的可能根本不是酿造醋，而是用冰醋酸勾兑出来的调味水。下次去超市，别只看牌子和价格，直接翻到瓶子背面，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一瓶真正的好醋，配料表应该干干净净，前几位一定是水，然后是高粱、大麦、大米、糯米或者小麦等粮食作物。如果配料表里赫然写着冰醋酸、配制醋酸，或者有大量防腐剂、色素、香精，那基本就是勾兑货。勾兑醋成本极低，酸味直接强烈，但缺乏酿造醋通过时间沉淀出来的复合香气和营养成分。为了家人健康，认准配料表里全是粮食的酿造醋。第二个关键指标是总酸，每瓶醋的标签上都能找到一行小字，写着总酸大于等于多少克每100毫升，这个数字代表醋的酸度，也是衡量品质的核心标准。总酸数值越高，说明酿造时间越长，风味越醇厚。普通白醋总酸可能只有 3.5 克左右，而顶级山西老陈醋总酸可以达到6克甚至8克以上。高酸度的醋往往具有天然防腐能力，不需要添加防腐剂，常温下也能久存不变质。下次买醋，选总酸数值更高的那瓶准没错。不同种类的醋在厨房里也有各自的最佳搭档，很多人家里不管做什么菜，全用同一瓶醋，其实辜负了它们各自的风味。山西老陈醋色泽黑褐，绵酸醇厚，带着浓郁的粮食发酵香气，最适合做老醋花生、糖醋排骨、糖醋里脊，或者吃饺子。吃面条时淋上一勺点睛之笔。镇江香醋酸而不涩，香而微甜，含有较多氨基酸，吃起来有独特的鲜味，最适合凉拌菜，比如凉拌黄瓜、凉拌木耳，或者蘸小笼包、海鲜，去腥提鲜，不掩食材本味。米醋颜色透明或淡黄，酸度温和，带点回甜。炒酸辣土豆丝出锅前淋上一圈，蔬菜脆嫩，酸香清爽。做西湖醋鱼，
泡腊八蒜也是不二之选。白醋颜色完全透明，酸味纯粹直接，没有复杂香气，适合那些只需要酸味但不想让颜色影响卖相的菜肴，比如酸辣汤、炝炒土豆丝，或者调特殊沙拉酱。白醋在家务清洁里更是一把好手。洗碗机用久了，内部积聚水垢和油脂，在亮碟祭槽里倒满白醋，或者空载时把一碗白醋放在上层碗架，开启高温洗涤程序。程序结束后，内壁光亮如新，异味消失得无影无踪。醋酸能完美溶解钙镁离子组成的顽固水垢，还能杀菌去油，省钱又环保，没有化学残留，一举多得。电热水壶底部结了后水垢，往里倒半壶白醋，加满水烧开后静置1小时，水倒出来，底部水垢全部脱落，内壁干净闪亮。浴室花洒，水龙头被水垢堵塞，出水歪斜，拿塑料袋装大半袋白醋，套住花洒或水龙头，橡皮筋扎紧，浸泡1夜。第二天用旧牙刷轻轻一刷，出水孔全部通畅，金属表面恢复如新。你看，醋能刷干净水壶里的硬水垢，却刷不干净血管里的粥样斑块。用对地方，它是好帮手；用错地方，它是伤身的凶器。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接收到海量的养生信息。今天说吃这个能抗癌，明天说喝那个能通血管，真真假假让人目不暇接。那些看似简单省钱又神效的偏方，往往最容易击中人们追求健康的心理。特别是我们的父母长辈，年纪大了，身体难免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他们害怕生病，怕拖累儿女，怕面对衰老，所以特别容易相信那些不用去医院，不用花大钱，在家喝醋就能治病的土方法。作为家人，当我们看到长辈每天在厨房大口喝醋，或者盲目尝试其他偏方，千万不要一上来就责怪和嘲讽，那样只会引发抵触，让他们更不愿意沟通。正确的做法是，拿出足够的耐心，像今天这样，把背后的科学道理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讲给他们听。告诉他们，人体不是化学试管，盲目喝醋会伤胃、伤牙齿，非但不能养生，反而是慢性自杀。当长辈真正明白了利害关系，自然就会停下来，同时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和陪伴。很多时候，老人沉迷各种养生偏方，深层原因是对疾病和衰老的恐惧与焦虑。多抽时间陪陪他们，定期带去正规医院做体检，有病及时看医生，遵医嘱用药，在日常饮食上帮他们把好关，做一些清淡营养的家常便饭，这比任何养生神药都管用。健康从来没有捷径，血管的保护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系统工程，它藏在你看完这篇内容后，决定今天晚上少吃1口肥肉里，藏在你放下手机，出门快走30分钟的脚步里，藏在你每天按时测血压，认真记录数值的细心里。保持良好的心态，均衡的饮食，规律的运动，配合科学的医学手段，这才是守护血管健康、延缓衰老的唯一正道。希望每一个人在追求健康的路上，多一份理性，少一份盲从。让我们一起用智慧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把厨房里的醋留给那盘热气腾腾的饺子和那道香气四溢的糖醋排骨，让它回归最纯粹的美味。